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出大事儿了呀！今天咱们重点来说两件大事儿啊，都是关乎你们在座各位钱袋子的事儿。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前半段呢，咱们先来说一说房子这边出的大事儿啊，情况不太妙呀。节目后半段呢，面具人再把话放到这里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今天都出大情况了，是不是和面具人我所料的8月很难上5万大关了？而到了9月就会在5万不但上啊，而且会站稳。面具人可不是摆地摊骗观众的啊。昨天明明说的是要跌，结果涨了呢。然后第二天做节目还说，看我昨天说的是涨，说的准不准？用这种摆地摊的骗术去骗新观众啊。面具人我说的话啊，你们都可以翻阅前面的节目，咱们真金不怕火炼，你们随便翻啊。币的事儿呢，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说。哦，对了，结尾的时候呢，我还会把我会员群里面的秘密项目，从未公布的秘密项目哦，作为咱的实战战绩分享给大家。OK， 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 Facebook、Twitter、Telegram 等平台，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Z 鱼类蛋的活动。好，先来说房子的事儿啊。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呀，吓人呀！给大家说一组数据，中国经济网2021年8月的报告显示，10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住宅均价为15529元一个平方米，也就是说，全国现在的均价已经跌到了15000块钱一个平方了，环比下跌了0.2%。实际上呢，可能会更多。其中呢，一线城市市场的均价为55228元一个平方，环比下跌1.17%，这个跌幅还行啊，不算低。二线城市的均价为18800元一个平方米，环比微跌0.08%。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均价为10142元一个平方米，环比上涨了0.04%。进入8月，在中央重申房住不炒的原则下，政策性调控力度持续升级，多城陆续跟进二手房参考价机制。那这个面具人我确实是调查过了啊，我问过了我的河北的、甘肃的、四川的朋友。那边都已经开始实行这个二手房的参考价机制了，你的房子卖贵了就不让卖，或者说是有更多的限制，不给贷款，不让首付之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市场的房子的均价就只涨转跌了，一直跌，看到了吧？其实这种涨跌啊，面具人我觉得也算是合理的，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确实太高了，好多人都买不起。那买不起它就跌嘛，属于自然规律。可是这些业主们肯定是不愿意自己的房子跌呀。共产党他这么调控啊，其实他的商业思维很好，他是一个商人思维。你看一线城市，房价太高了，不好卖。那房价太高了，买不起怎么办呢？只能贷款，要贷款。但是呢，贷款你就得借国家银行的钱了呀，那可不行。怎么能让你借国库里面的钱呢？那怎么办？就让一线城市的房子不给贷款了呗，反正已经卖出去的都已经卖了，对吧？你想买，那行，你全款买，对吧？反正我是收税、收手续费、抽水嘛，对吧？或者是我直接开发我的一手楼盘，我给你点政策啊，给你卖。其他的什么一线二手房呀，不卖了，不卖了。大家可以去买三线城市的便宜的房子嘛，房住不炒嘛。所以呢，你们看三线城市的房子开始涨了一些。那么各位，你们记住了，经济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了，它就停不下来了。别再做什么房价会涨回来的美梦了。为啥？因为中国现在的人口你也看到了，没有那么多的人，中央比你还急，他现在都要催促什么3胎、4胎、5胎、6胎的，对吧？没人了，哪来住这么多的房子嘛，对吧？而且呢，国家现在都已经把主意打到了租房市场上了，都已经开始抢这些已经有房子，自己租自己房子赚钱的这些房东的人的生意的主意了，要把他们的房子抢过来自己租了。你还想着卖房，你是不是有点太 old school 了？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封闭的。什么贸易壁垒呀、一党专政之类的，
而且中国它是皇权社会，自古以来你们见过哪个皇帝、哪个官员没有特权的吗？只要红色贵族的权力在，他们为啥不割韭菜呢？你不要把中国的经济类比于像什么美国的股市呀，全世界的币圈，它和币圈还不一样。人家币圈有涨有跌，为啥中国的经济不能有涨有跌呢？面具人，我告诉你，中国的经济的涨跌完全凭借着这些红色贵族的心情来的。你们看啊，币圈的中心化程度当然是比共产党这种拿着枪炮的独裁政府要低得多了，对不对？你买比特币，你想买你就买，你不想买你就不买，对吧？你想卖你就卖，没人说拿着枪杆子指着你啊，你不买不卖不行，对吧？但是在中国啊，你稍微一个不留神，别说是干犯法的事儿了，你钱赚得多一点，你都违法，对不对？人家就开始来查你了，就开始来共产你了，就开始把你带到派出所一顿给你黑乎了啊！所以说，币圈啊跟这个共产党不一样，而且币圈它是有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参与的，非常的分散，至少有欧洲、美洲、中东、中国4股大势力在制衡，对吧？所以币圈人家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制衡能力，可是共产党没有，一党独大。共产党想怎样就怎样，他说干啥你敢不干吗？我就问你各位在座的小粉红、老粉红，党让你干啥你敢不干吗？你不要说党让你干啥是为你好，我就问你，党让你干啥你敢不干吗？你有没有拒绝的权利？没有吧？所以观众朋友们，你的房子我建议啊，除了你现在必须要住的之外啊，与其他的房子放在那里贬值，不如乘上这波财富列车，把自己的价值啊转移到更能升值的地方去。在这里啊，面具人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作弊啊，它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态，不要盈利追涨，不要梭哈，不要迷信技术分析。所谓的盈利追涨，说的就是，本来你看，你抄到了250块钱的低点位了。一看，哎呀，这个币涨了，赚钱了，不得了了呀，贪心就起来了。这个币已经涨到500了，然后呢，你就在500加仓了，结果呢，这个币人家又回调了。本来呢，你还能赚250的，结果呢，你现在只剩下250了。所以说，各位，做生意也好，做币也罢，不要贪，赚就是赚啊，赚了见好就收，以后赚钱的机会多了去了，对不对？暴富的机会，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多少，但是呢，微微盈利的机会啊，细水长流的机会多了去的了，对吧？然后呢，就是你们做生意啊，投资啊，不要动不动就梭哈，你要考虑你自己的承受能力，对吧？赚钱了都好说，大家都高兴，可是亏了呢？亏了抓住你一次你就完蛋了。你这次梭哈赚到钱了，好，下次继续梭哈。结果亏了，连之前梭哈赚的钱包括本金都没了。所以说仓位管理很重要，然后呢就是技术分析之类的，闭门造车啊，这类的东西不要迷信啊。你把自己关在屋里面开始画 K 线，宏图霸业尽在掌中啊，天下大事都在我的鼠标上，一点一画就出来了。什么经济学知识呀、市场心理呀、营销学呀都不学了，就关起门来自己用鼠标绘制未来的宏图霸业美妙人生。那你不亏谁亏嘛？然后呢就自己 K 线一画，频繁操作，进进出出，就像人说话一样，言多必有失，对吧？你频繁操作了，就跟你人说多错多是一模一样的可为啥网络上就是有些什么名嘴呀、博主呀，他就煽动你，让你今天在这个点上操作一下，明天在那个点上操作一下，在这个点可以开几个合约，在那个点可以卖一下。那些博主让你今天买了，明天卖了，开合约了，他为什么要让你这么做？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干啥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呀，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吧？他为啥要让你这么做？因为他有提成呀。你看这些博主无一例外的都在推什么交易所的链接呀、邀请码之类的，但是你们看面具人，我推不推什么推荐链接？我啥时候推过什么邀请码之类的？
应该没吧？啊，那个玩意儿太麻烦了，他妈的，哥看不上那点钱，我挣那点钱真他妈的掉档次。OK， 我挣钱的办法太多了啊！你想想，你拜那种挣点坑蒙拐骗、鸡毛蒜皮的钱的人为师，你能挣到钱吗？对不对？这都是出来混社会最基本的思维逻辑呀！你连这些道理都想不通，那你赚不到钱，你活该，对吧？好了，心态问题咱们搞定了以后，咱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今天上了5万以后到了50450就回撤了，比上次的突破还低了50块钱，上次是50500。那这个数字很玄妙呀，面具人看到这个数字了以后就放心了。我认为庄家很有可能就是故意给你制造一个假突破的假象。你看上次突破到50500就大回调了，爆了一堆多军。这次还不如上次呢，突破到了仅仅50450，肯定是又多，空它没问题，绝对回调。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你们，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面具人，我看到这个数字呀，我认为这是诱空。以太坊同样是这个道理，其他的优质币也一样他故意给你一个比上次突破还要略低一点的点位，让你觉得这次突破还不如上次呢，空它。所以呢，我把话放到这儿了不出半个月，我们应该就看不到5万以下的比特币了。那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 We will see。 当然了，不排除特殊情况切忌梭哈。 OK， 最后再来给大家揭晓一个面具人带我的会员早期布局的一个非常优质的项目。大家来看图Synergy of Sarah 是一款硬核的卡牌游戏面具人，我一直认为卡牌游戏是最适合 NFT 的，因为它有收藏要素嘛，这么多好看的画，而且它还能对战，还能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个游戏的制作的素质非常强大，你们看到这些原画就能看出来了吧，画作非常的精美。其实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官网，做的也非常的华丽，一看就是好东西。面具人在3个月前就已经带我的会员进场布局了，那个时候一个箱子也就是4美金左右吧。你们看现在卖多少钱？翻倍了吧，9美金、10美金的都已经快卖完了。那这个箱子里面含有很多卡片和大奖，这些东西以后都是可以交易的。也就是说，当这个游戏上线了以后，这个箱子里面开出来的东西有很多东西至少都是按照最高价去卖的，不会低于10美金。因为你们看，它预售都已经卖到10美金了，而且这个箱子里面还有2个超级大奖。来看这个12张文物卡，强大独特的卡隐藏在所有的扩展箱中，每个卡都具有未知的能力，在人们发现以后才被揭露。这个卡是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说白了就是无敌的卡，整个游戏里面只能有12个人可以拥有。你有了这张卡，你就是游戏里面的神。而且这个游戏是 Play to Earn 玩转游戏。你有了无敌卡以后，那就代表着你赚钱的效率会非常的高，你很难输，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个6把铸造设备钥匙，每个唯一的密钥都赋予每个玩家改进特定卡牌的能力，你来决定服务价格。那么这就相当于给予每个钥匙的拥有者开放了游戏 NPC 的功能了，谁有这个钥匙，谁就相当于游戏里面的 NPC 了，可以帮别人升级卡片、强化卡片，然后呢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我的天呀，那这个钥匙就是下金蛋的鸡呀！全世界全游戏只能有6个人拥有那么这个钥匙如果你抽到了，它以后交易的话肯定就是天价了，因为这个钥匙它有着强大的被动收益呀。只要是这里面的玩家，他就必须得来找你升级他的卡片，然后收多少钱是你来决定的。那这个游戏越火，你赚的钱越多。那我都不敢想象这个钥匙以后的转让费得有多少钱呀。肯定是天价。其实呀，这种预售类的盒子你们可以尽情的买，
买这个的都是稳赚的。为啥？详情可以参考早期的 Axie 预售的土地盒子。当时 Axie 预售的土地盒子，神秘领域的盒子当时只卖1个以太坊啊，现在一个神秘领域要30到50个以太坊，而且当时神秘盒子还有可能开出来创世纪，那创世纪的土地就价值几百万美金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啊？而且更别说当时那个以太坊多便宜了，现在以太坊多贵了啊！所以说呢，这种早期的预售盒子啊，只要项目方靠谱，你看它的这个游戏的网站呀，包括它的设计 UI 啊，透露出来的游戏画面都没有问题，都是专业的。哎，那你买它，你绝对是稳赚的啊！只要这个网站一看 OK， 不是那种土狗项目啊，不是那种圈一波就跑的，哎。你明眼一看就是这种专业游戏公司做的东西，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买啊。哦，对了，有些人可能会说，哎，你面具人这个啊，让你的会员买完了以后涨了以后，你才拿出来说，你这太不够意思了吧？哎，面具人，我想说啊，你们也不能怪面具人，我早早不分享啊。那我收了人家的会员，我肯定是要优先为人家服务的嘛，对不对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对吧？那我的会员群就是干这个的呀，分享优质项目的呀，啊，我又不是说让你们去开合约做多做空啊，我去赚那种钱。其实面具人我更像一个情报兵侦查员。哎呀，这个 Axie 塞拉没跟上，你们也别担心，我手里面还有几个好项目呢。哎，目前呢还不能公布，我只能给你们有限度的透露一些。截止今年结束之前啊。我手里至少还有2个项目，都是我直接对接的实力强大的高质量的 GameFi。为啥？强不强你们也不用担心，就像 Axie 还有这个塞拉，你大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对吧？制作非常精良啊，一看就是强力项目。其实这些项目没跟上，别担心，后面还有好的呢。如果有想要了解最及时的一手项目商机的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添加我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也可以去隔壁报名什么画画培训班之类的 ，K 线一画，鼠标一点，天下霸业尽在掌中。我是面具人，祝你好运，我们群里面再见，拜拜。